佛典故事一：优波离的出家，否定阶级制度的世尊，告诉我们大生命中的每一环都息息相关的历代祖师。希望大家能学习，并在生活上力行世尊的教诲，创造人人皆有的社会，是我们的希望与目的。距今约2500年以前，尼泊尔与印度的国境附近有释迦族的国家，其国都是迦毗罗卫城。这是身为释迦族的王子，居于迦毗罗卫城，却弃城出家，修行悟道成佛，说法拯救众生的世尊的故事。佛典故事：优波离的出家。世尊带着许多弟子回到故乡迦毗罗卫城来了。这一年，世尊年方36岁，据说是他离开故乡7年后的事。迦毗罗卫城的宫殿为了迎接世尊的归乡而沸腾，连宫殿外也有许多人等不及走到街上翘首盼望。世尊的事啊，没有我不知道的，我什么都知道。他那原是本国的王子，在国王净饭王的城里头，和美丽的太子妃耶输陀罗过着自由逍遥的日子。但是在7年前呢，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呢。总之这事情是非常的复杂呀。你呀，疼死我了！小心点，优波离啊你！可恶，优波离，小心点！哎呀，对不起。被骂的是理发师优波离。虽然年纪还很小，因为手艺巧，在宫殿和城里有许多的顾客。请问后来他怎么样了？就在7年前呢，他忽然放弃王子的身份，他出家了，走到南方遥远的国家，然后在深山林子里不断苦行了6年，最后他终于那个了，他得到了，你知道吧？得到是什么？那是很了不起的宝物，有了那个宝物，世上的烦恼痛苦马上就消除了。烦恼痛苦马上就消除了。人们想分享那个宝物啊，争着要成为世尊的弟子。现在啊，他的徒弟据说超过1000人呢。请问那个宝物是什么形状的东西？能不能告诉我？什么？你说你什么都知道的。是啊。那就请你告诉我，能分给1000人的宝物到底是什么形状的？赶快告诉我嘛！就算是我，偶尔也有不知道的事，别害我丢脸好不好？小鬼，不准害主人丢脸。对不起。师尊到了！我最宝贝的胡子，你看看，你做什么把我胡子都给弄断了你？对不起，请原谅我。不可原谅，罚他100棍子，现在就开始给我打。我知道了。变得这么丑了哟！别怨我啊，我会慢慢的打，这样比较不会痛的，你放心好了。不行，请你尽快的打完，快！可是那样会痛的。快点嘛！能够马上消除烦恼痛苦的宝物，我也想分一点。如果不能分到，至少我也要看一眼。
手上拿的只是一个脏钵啊。可是，多么慈祥的脸啊，多么尊贵的身影啊！如果能在他身边待3天，我就是死也甘心。在宫殿的南门前面，父亲净饭王自己骑在白象上的金鱼等待，衣着华贵的家臣和女官们一字排开，等待世尊一行人的到来。啊，太子啊！我等得快不耐烦了。哎呦，你瘦了，7年来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？多年来让你担心了，实在是过意不去啊。算了，先进去里面休息吧。还有，你的弟子也进来，过来吧。杨波离，今天你不必来理发了。求求你，请让我进去，我想听世尊说话嘛，好不好？什么？你少说梦话了，赶快滚回家吧！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。看看自己的身份，优波离听到这句话，一句话都无法回答。理发师的身份在当时属于首陀罗，也就是奴隶。当时的印度大略分成4个阶级，第一个是婆罗门，也就是奉神的祭司者；第2个是刹帝利，也就是国王与其家属；接着是吠舍，也就是从事生产的人；最后是首陀罗，是服侍上面3个阶级的奴隶阶级。在下面还有被称为非人，不被认为是人的族群。人们一出生被决定属于哪个阶级，不可以改变自己的阶级。当然了，像我这种身份的人，自然没有资格听世尊的话。可是，我想听嘛。什么东西啊？好吃啊！看到了。如果当时你没有离开宫殿，你现在就已经继承我，成为伟大的转轮王了。告诉我，你对宫殿生活哪里不满了？我对宫殿的生活没有任何不满。哦，所以我才害怕，认为理所当然的年轻跟健康，不，甚至是生命，都会有结束的一天。不怕老，不怕病，不怕死的真正的平稳，为了追求真正的平稳，所以我才离家。开始的时候，我逐一拜访德高望重的先人，请求教导，却没有遇到能满足我心的名师。于是我自己躲入林中，尝试各种苦行。经过了6年，只见身心日益衰弱，不见任何成果。于是我放弃了无益的苦行，离开了林子，走到尼连禅河岸沐浴，得到牧女一碗乳糜的供养，恢复体力。然后下定决心，在一棵大菩提树下进入冥想。最后，我终于悟到了真正的道。道，终于找到那个宝物了。我悟到了，
人类的一切痛苦都起源于自己，因为执着自己的欲望。原来不是宝物啊！我更深入悟道，只有舍弃欲望跟执着，解脱自己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永远不变的心灵的平和。等一等，心灵的平和，这可能是比宝物更珍贵的话了。对，我一定要听得更清楚才行。喂，那边好像有人呢。哎呀，什么啊？原来是狗！哎，走开，不该来这个地方哦。嘘，快走，快走！再见，再见。那个孩子什么时候进宫的？且说这边的宫殿大厅，世尊正想将自己的弟子介绍给城内的人，可是父亲净饭王怎么也无法由衷的高兴，因为他还在乎世尊一行人的寒酸衣着。你的徒弟似乎个个都是身份高尚的婆罗门，可是很抱歉呐，个个看起来面容憔悴，一脸的贫相，还有呢，这衣服呢也太寒酸了。我看呢，就让我送给你还有你的徒弟一些新的衣服穿吧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为你在林中建精舍吧。我一点也不需要那些东西。可是，对了，父王，公主呢？耶输陀罗听到你要回来的消息，很高兴。结果呢，今天你到了，他就说，他身为弃妇，无脸见人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我看你就自己去见他吧。我知道了。母亲罗什啊，你看怎么样啊？从我们高贵的释家族人中选择一些精英，送去做太子的弟子，围绕在太子的身边，壮大他的声势。你认为怎么样啊？真是个好主意。那么明天我就去剃光头，准备服侍世尊。除了国王之外，释家族地位最高的就是我了。你愿意去啊？我现在呢，就去拜访每一个家庭，叫他们派一个年轻人出家，成为世尊的弟子。哎呀，说得好啊，木犍罗什，真是太感谢了。晚霞照射着美丽的宫殿，世尊与妻儿耶输陀罗、罗睺罗相隔7年的再会。耶输陀罗，7年前我离开这个房间，离开了你跟罗睺罗俩人。可是那不是因为我不爱你们，我对你的爱一直不变，请你谅解。我认为不论有多令人心醉，男女之爱终究只是执着，只是迷惑，会带来忧愁跟悲伤。该舍的是执着，该取的是真道，该取的是永远不变的真道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耶输陀罗，请你也舍弃执着，跟我一起为了更大、更广阔的真道而活，你觉得好吗？怎么样？过来，罗睺罗，你长大了。哎呀，变得这么重。这边是宫殿外睡在自己家中的优波离。人类的一切痛苦
都缘起于自己，因为执着自己的欲望。只有舍弃欲望跟执着，解脱自己，我们才能得到永远不变的心灵的平和。啊，多么奥妙的话呀！对了，成为世尊的徒弟，就可以每天听到这种话了。对了，你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。我的身份这么低，他不可能收我当徒弟的。为什么我会生在这种身份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隔天早上，优波离受到长老木剑罗什的召唤，带着剃刀出门了。优波离，这么慢才来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先剃掉我的头发和胡子。啊？除了我之外，还有他们也是。大家都要剃呀。是啊，每一个都要剃。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今天我要和他们一块儿去当世尊的弟子，你知道了吗？哦，当世尊的弟子？世尊一行人昨天晚上住在郊外的林子里，所以我们必须赶在今天过去，快点，不然天要黑了。是。这不是做梦吧？我一定要试试看。就是现在，要做只有趁现在。你在哭什么？跟我们离别有这么悲伤吗？那只是原因之一，大家都出家走了，明天起我该靠什么生活呢？想到这里我就好悲伤。说的也是，大家听着，把身上的饰品留下来给他。出家的话，这些东西对我们就没用了，你可以全部拿走，优波离。有这么多了，你的生活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吧？怎么又哭了？这一次他是因为变成有钱人高兴的哭了。不是了，拿下这些等于我把各位丢弃的执着跟欲望拾起来一样嘛。我的烦恼痛苦反而会增加，真会出难题啊！你到底想要什么呢？求求你们，做侍者也好，请带我一块儿去。以后我会再找机会，请世尊收我当徒弟的，好不好？求求你们嘛！你想做世尊的弟子，就凭你？木剑罗什长老，胡说什么？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。我带的个个都是世家族家世良好的英才，目的就是要壮大世尊的声势。如果夹杂一个奴隶在内，你想想看，有如一粒老鼠屎换了一锅粥，荒唐！出发吧，你就带着饰品快快回家吧。果然是不行。像我这种身份的人，难道就永远无法得救吗？不行，要放弃还太早呢。我还有最后一招，我何不干脆直接去向他请求呢？
啊！你是理发师优波里，我是加皮罗卫城来的人。师尊，我想请问一个问题：像我这么卑贱的人，真的不能成为您的弟子吗？师尊。你是想出家吗？是的，我想向您学习脱离痛苦与烦恼的方法，能不能告诉我？可是我的身份是首陀罗奴隶，不能成为弟子，成为侍者仆人也好啊，师尊。优波离呀，是。水可以止渴，那么有这个人喝了止渴，那个人喝了却不能止渴的事情吗？这是火把的光照亮黑暗的时候，有那边明亮这边黑暗的事吗？没有。我说的法有如水与火把，那是没有以身份来选择对象的。这么说，优波离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弟子了。谢谢你。分配给你规定的袈裟，永远别忘了这份热诚的心，要好好学习，激励自己。太子，我依照约定带了年轻人来了，你看看啊，这一下子你的声势可就壮大不少了。哎呀，不过这野宿实在不太好，我马上命令大家砍树建精舍。木剑罗什，你叫我吗？现在我也算是你的弟子，被你直呼名字也没什么不对吧？你们穿的衣服对学佛法的人来说太华丽了，请换上这边的衣服。啊，这些衣服啊，你给我好一点的衣服吧。我也是啊，我也要。这时候，世尊心想，新进的弟子们太傲慢了，于是决定借优波离使释家族的公子们摆脱傲慢之心。弟子们啊，现在要举行入门仪式，你们就按照顺序向众位师兄行礼吧。你不是优波离吗？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优波离比你们更早成为我的弟子。可是他是卑贱的首陀罗啊！释家族长老的我，岂可向这种东西低头？岂有此理！低头还不够，必须像刚才对其他人那样屈膝礼拜。什么？就算杀了我也不做。为什么？身份之差，尊贵与卑贱，全是傲慢的人创造出来的，不过是梦醒就消失的幻影而已。
万物因缘而起，因缘而灭，哪里有差别呢？人不因出生而尊贵，不因出生而卑贱，而是因为行为而尊贵，因行为而卑贱。你向优波离屈膝行礼吧。可是他是奴隶呀！奴隶不正是你吗？你现在不正是傲慢与烦恼的奴隶吗？这么说也有点道理。可是只有他，只有优波离，要是没有你，我就不会在这丢脸了。真是太可恶了呀！都是优波离的错了，爱出风头小子。够了，世尊，我果然是不应该在这个地方的，对不起。优波离。优波离，你没有错，错的是释家族的人，错在你们的傲慢之心。明知是自己的错，你们还是无法改变行为，这就是傲慢的心。而这个傲慢的心，正是为世界产生更多差别的根源。而这个傲慢的心，正折磨着你们，正烦恼着你们。释家族的人呐，现在马上丢弃傲慢之心，向优波离行礼吧。这么说，刚才我的愤怒与痛苦不是优波离造成的，而是我那傲慢之心造成的。这并不是我说的法，而是万物所说最尊贵的法。原来如此，如果我能够舍弃傲慢之心，痛苦跟烦恼就会马上消失了。原来如此啊！世尊。太感谢你了，谢谢你。这时候，大地、山林、河海都感动地颤抖，天上传来不绝的歌声。后来，优波离努力的修行，列入了释迦10大弟子之一。他遵守戒律，被称为持戒第一。另外，释家族之中也出现了如阿难、难陀、罗睺罗等了不起的弟子。